爱开窗通风，零下30度也要坚持开窗。我告诉室友，北方的冬天晚上不关窗会冻死人，他反而怪我矫情。几次半夜被冻醒后，我买了密码锁，将窗户锁死。谁知他不仅剪了锁链，还爬上天台哭诉被我霸凌，我因此被学校处分，所到之处人人喊打。不久后，我患上抑郁症，从高楼一跃而下。再睁眼，我回到了寒潮降临的第一天。李欣，你发什么呆呢？是不是又在想着要关窗户？你家住海边，管这么宽？我在想什么？和你有什么关系？柳如烟被我怼得哑口无言，反手将窗户拉得更大了。靠近窗户那边的室友狐狸精瞬间倒吸了一口冷气，她对床的史真香也祈求地看向我，疯狂暗示我去关窗。上一世我被柳如烟指控霸凌的时候，他们俩可是一声不吭。这辈子我绝不当出头鸟。史真香见我迟迟没有反应，最终只能小心翼翼开口道：如烟，能不能把窗户稍微关小一点？不行，开窗通风，保持空气流通，大脑才能清醒。知道为什么我能考班级前3，你连班级前10都进不去吗？因为你脑子不清醒，我这是为你们好。史真香脸颊瞬间涨得通红，低头将身上的被子裹得更紧。狐狸精则是红着眼，欲言又止。我压了压头顶的帽子，我去图书馆了。你就这么走了？我回头看到两人正用期待的目光看着我，我无视他们，转身离开。在靠近图书馆的连廊里，我开始一件一件地脱掉超长款羽绒服、羊毛围巾、帽子、皮革手套，厚重的一堆抱在怀里，瞬间引人注目。怎么穿这么多？我感觉这天还好啊。他难道不热吗？当然热，但我要的就是让人议论，要勾起所有人的好奇心，埋下伏笔。晚上我回到宿舍的时候，里面空无一人，窗户依然开着，比我离开时开得更大。我走过去用力将窗户关紧，紧接着拿出找人定制的防风床帘围在床上，又用长条形的热水袋将床的四周围了一圈。随后我重新将窗户打开。就在这时，史真香和狐狸精回来了。李欣，你在关窗吗？我就知道你肯定会关。对呀，我们宿舍你最瘦，肯定扛不住冻。柳如烟那套根本就是歪理邪说，你可是咱们年级第一，你说要关窗，他肯定。可是你们不是商量好了吗？总不好让你们都迁就我一个人。哪有，是柳如烟非要开。史真香语气急切，抓住我的胳膊，恨不得拉着我的手就去把窗户关上。我顺势将身体所有的重量都压在他身上，一只手按着他的肩膀，一只手按住太阳穴。我的头好疼，我想先睡一会儿。别啊，先把窗户关了再睡也不迟啊。我没有理会他们，直接上床拉上了床帘。紧接着宿舍响起摔摔打打的声音，史真香和狐狸精的声音看似压低，但却故意控制在每一句都恰好是能让我听见的音量。他干嘛呢？以前不都是他关的吗？还年级第一呢，一点同理心都没有。不会是上次说让他请吃大餐，他怀恨在心吧？人均800而已，他的奖学金又不是不够，而且也是他自己提出来请我们吃饭的。要我说，这次期末就该让柳如烟超过他。原来之前的一顿饭就让他们对我有这么大的怨言，难怪上辈子站在柳如烟那边。他们根本不是害怕被报复，而是心甘情愿。凌晨2点，我被重物落地的巨响惊醒，探出头一看，是狐狸精的保温杯倒了，红枣枸杞撒了一地。柳如烟从床上探出身，恶狠狠盯着他。还让不让人睡觉了？你有毛病吧？对不起，我就是太冷了，手没拿住。狐狸精身体发抖地走过去，捡起保温杯，路过我床前，还抬头看我，那眼神分明是在暗示我为他说句话。我装作看不懂。狐狸精的缓慢动作引起了柳如烟的不满。站着干嘛？还想要我抱你上床吗？你凶什么，柳如烟？如果你不开窗，我们也不会这么冷。你说什么？史真香只是缩了缩脖子，无声地扶着狐狸精回到床上，转身回自己床位的时候，却用怨恨的眼神剜了我一眼。我直接把床帘一关，倒头就睡。第二天，史真香和狐狸精在课上哈欠连天，柳如烟倒是挺精神，只是手背上布满了掐痕，全是她上课的时候为了提神自己掐的。下课后，对面宿舍的祝瑶过来八卦：你们宿舍晚上做贼了？怎么一个个都无精打采的样子？还有，你怎么嘴唇都发白了？没事吧？没事，就是半夜狐狸精的杯子掉到地上了，半夜被惊醒，再加上有点冷，直接就睡不着了。难怪我就说半夜怎么突然一声响，原来是你们宿舍。不过怎么会冷？我们宿舍暖气挺足的，供暖不均匀吗？祝瑶的反应引起周围人的关注，我隔着人群对上柳如烟阴沉的目光，我微微叹了一口气，脸上挤出一丝苦笑。你们聊，我有点不舒服，先去医务室了。顶着众人狐疑的目光，我快步走出教室。等再回到宿舍的时候，发现气氛不对，史真香和狐狸精都站着，两人脸上是如出一辙的愤懑。
柳如烟听到声音看向我，瞧见了我手里的药袋子。又一个，来吧，你也签个字。签什么字？柳如烟把狐狸镜攥在手里的 A 纸抽出来，拿给了我。我低头一看，是一份加粗加黑字体的306秀社开窗免责协议。306，全体同意住宿期间，全天开窗保持通风，在校期间发生任何身体健康问题都与开窗无关，各自生病或者其他意外都由自己负责，与柳如烟无关。末尾已有了史真香和狐狸镜的签名，力透纸背，可见签名人当时的怨气。你确定吗？确定。你们这种弱鸡，身体差的要死，这才几度就要死要活要吃药，我可不想被你们讹上。我们3个都签，你也得签吧。柳如烟咬牙切齿地签了字，随后摔门而出，确认他走远。史真香和狐狸镜将我围住。李欣，你怎么能在那个协议上签字？那根本就是霸王条款。就因为柳如烟非要开窗，害我们今天都生病了。她自己离暖气近，动不到，就这么祸害我们。李欣，你说句话啊！你们想我说什么？我还没回来的时候，你们就已经签上了。你们都签了，我能不签吗？至少我还让柳如烟把她自己的名字也签上了。两人瞬间哑火，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。就这样相安无事过了半个月，直到这天夜里，宿舍突然响起水管爆裂和柳如烟的尖叫声。我探出头一看，此时柳如烟全身湿透，窗外的寒风从窗户缝隙里疯狂灌入，带着刺骨的寒意席卷整个宿舍。她控制不住地打了个寒战，上下牙齿都在打颤，连忙快步冲过去，用力关上了被狂风撞得哐当作响的窗户。报修吧，再这样下去，整个宿舍都要被水泡烂了，我们今晚都没法睡了。我现在就打电话给宿管。我拨通宿管电话，没几分钟，宿管阿姨就披着外套急匆匆跑上楼，神色凝重地检查了一番，关掉了整层的暖气总阀门。阀门拧紧的那一刻，漏水声终于渐渐停下。1个小时后，穿着工装拎着沉重工具箱的维修师傅顶着寒风赶了过来，一进门就被满地积水吓了一跳。这一看就是冻裂的，可不应该呀，这都正式供暖快1个月了，管道怎么可能冻成这样？维修师傅蹲下身，将爆裂的管道、接口、周围墙体仔细检查一遍，又伸手摸了摸冰凉的窗框和窗台，目光缓缓转向我们3个，眼神里带着明显的怀疑。你们宿舍是不是一直开着窗户？而且开了不是1天2天了吧？这温度不开窗，根本不可能冻成这样。柳如烟脸色瞬间一白，额头和后背狂冒冷汗，眼神慌乱的躲闪，手指紧紧攥着衣角，心虚的不敢抬头看维修师傅。没有，我们根本没怎么开过窗。他猛地瞪了我一眼，眼神凶狠又带着威胁，示意我不准乱说话。我们一直都关得好好的，真没开窗。怎么可能？我干维修这么多年，这种情况一眼就看出来了。我跟你们说，这个天气它就不能长时间开窗，暖气再热也不能这么燥。如果觉得室内太干，你们可以在室内打一盆水，放着加湿就行。现在这个管子冻得彻底脆了，必须整根锯掉换新的。新管材我现在手里没有，得白天去库房领，我明天白天再过来。另外，你们这一层管道都是连通的，今天一整晚到明天修好前，整层的暖气都要停1天。此时宿舍外的走廊上，已经被吵醒的同学越聚越多，大家本来就被冻得瑟瑟发抖，一听这话，瞬间脸色不悦，抱怨声此起彼伏。这怎么能行？零下30多度的天，停1天暖气，我们在宿舍不得冻成冰雕。这么冷的天气，没暖气让我们怎么过？还要不要人睡觉了？没办法，你们这一层管道都是连着的，他们宿舍在最前面，是总管道的位置，他们这修不好，你们全都用不了暖气。你们看，这里结冰了，开窗导致室内温度低于0度，暖气管道里的水结冰膨胀，可能把管道撑裂了。柳如烟的脸色变了变，但很快又恢复那副理直气壮的样子。那是暖气管道质量不好，关开窗什么事？我在家天天开窗，也没见炸裂。你家是地暖，管道埋在地下，窗户开再大也不会直接冻到管道。宿舍是明管，暴露在空气里，室内温度低于0度，管道里的水就会结冰，冰的体积比水大，会把管道撑破。你少危言耸听。行了，维修至少2天，材料贵人工贵，你等着赔钱吧。不是我一个人开的，李欣也同意了。我同意，我笑了，拿出手机点开昨晚录的录音，内容是我要求关窗，柳如烟嘲讽我是弱鸡。柳如烟的脸白了，维修师傅的脸色从铁青变成漆黑。同学，录音里可是清清楚楚，是你坚持开窗，现在管道冻裂，整层楼停水，维修费用至少3000，这笔钱你得承担。3000，
凭什么我承担？是管道质量不好。质量不好，这暖气管道装了10年了，从来没冻裂过。就你们宿舍开一夜窗户，冻裂了，你说凭什么？我没钱。李欣，你也住这宿舍，你也有责任。我的责任是在你坚持开窗时，没有强行关窗，也没有及时向宿管报告。我会向辅导员说明情况，承担我该承担的部分，但主要责任是坚持开窗并拒绝关窗的人。叔叔，维修需要多少钱？请学校出具正式单据，该谁赔谁赔。行，我现在去报修，你们等通知。行了，大家都先回去睡吧。维修师傅拎着工具箱和宿管一起走远后，其他宿舍的人齐刷刷扭头盯着我们306的门口，同学们的眼神里满是埋怨和不满，有人还小声嘀咕着，气氛尴尬到了极点。你们有毛病吧？这么冷的天气非要开窗，脑子怎么想的？连累一整层人跟着受罪。这暖气本来就不热，现在直接冻成冰窖了。旁边几个同学也跟着点头，有人忍不住跺着脚取暖，眼神里满是埋怨和不满。另一个女同学眼尖，发现门口地面上被水泡得发皱的几张纸，弯腰捡起来，抖了抖上面的水渍。哎呦，这是什么东西？免责协议，306宿舍开窗免责协议。柳如烟脸色骤变，一把夺过协议，死死攥在手里。看什么看？有什么好看的？都给我把嘴巴闭牢一点，可别忘了我是团支书。再怎么说，手里还是有点权力的。谁要是乱说话，别怪我到时候不客气。这话刚落，周围一片死寂，众人被柳如烟的气势吓到了，悻悻地散开。可不满的情绪早已在心底蔓延，有人悄悄拿出手机拍下了这一幕，还有人把协议内容偷偷记了下来。凌晨时分，校园表白墙突然炸开了锅，有人匿名发了一张照片，正是那份被水泡的字迹模糊的306宿舍开窗免责协议，配文直指306宿舍恶意开窗冻爆暖气管道。这一宿舍都没开字吧？零下30多度签这种协议，这就是那个害得会员一整层都用不了暖气的306宿舍吗？太离谱了！应该不是都自愿的吧？我前几天上大课，看他们宿舍有个人穿得里3层外3层，裹得跟粽子一样，我当时还奇怪来，现在总算明白了。盲猜有人被强制开窗，太可怜了吧？团支书就可以无法无天，强制室友签免责协议，这不是霸凌是什么？热度越炒越高，短短半小时，这条动态就被顶上了校园热搜，连隔壁校区的学生都跑来吃瓜。第二天一早，管道维修费算出来了，最终定在3200，学校出了通知，费用由个人不当行为导致的宿舍成员承担。鉴于我有证据证明自己曾明确反对开窗，且柳如烟是实际开窗并拒绝关窗者，她要承担100%的维修费。柳如烟当场在辅导员办公室闹了起来。凭什么我赔？李欣也住宿舍，她也有责任。别担心，这事我帮你压着。维修师傅那边我去说，就说管道是自然老化。张老师，还是你对我好。刚才维修师傅一口咬定是开窗冻的，我都快吓死了。万一学校追究起来，我可就完了。怕什么？我帮你周旋，这点小事算什么？再说了，李欣他们也住宿舍，真要追究也不能全怪你。到时候我帮你分摊点责任到他们身上，你放心。我站在一旁，将两人的对话听得一清二楚，心里冷笑不已。果然，张威从一开始就打算偏袒柳如烟，哪怕错的明明是柳如烟，他也会想尽办法帮他开脱，甚至不惜冤枉我们。我默默离开，将这一切记在心里，知道想要讨回公道，只能靠自己，不能指望这个偏心到骨子里的辅导员。管道要修好，需要至少2天时间。第3天一早，我是被宿管阿姨在楼道里的大嗓门硬生生吵醒的，迷迷糊糊睁开眼，才发现柳如烟的床位早已空空如也，被子叠得整整齐齐，人不知道去了哪里。我强撑着不舒服的身体，把还在熟睡的史真香和狐狸精叫起来，简单披了件外套，这才去打开了宿舍门。你们宿舍怎么回事？暖气坏了一点都不急，师傅都到门口了，你们还磨磨蹭蹭不开门？对不起阿姨，我有点不舒服，头晕得厉害，睡得迷迷糊糊的，所以开门开慢了些。宿管阿姨伸手摸了摸我滚烫的额头，看着我通红的脸和虚弱的样子，没再多说什么，只把早已等候在门口的维修师傅带进来，又再三叮嘱我，这次换了新管道，可不能再开窗了。不说要花钱维修，这多折腾一整楼的人啊，大家都不容易。您说的是，我们记住了，以后一定注意。当我正要顺势卖惨，博取更多同情时，身后突然响起史真香奇怪又刺耳的尖叫。只见她站在镜子前，右半张脸的肌肉以一种诡异不受控制的姿势拉扯着眼睛和嘴角，半边脸歪斜扭曲，看起来格外吓人。狐狸精见状愣在原地，半天没回过神，恍
慌忙拿出手机打开前置摄像头查看自己的脸，下一秒他也发出了惊恐的尖叫。只见狐狸精的嘴也歪了，嘴角不受控制的往下扯着，口水顺着嘴角不停流出来，说话都变得含糊不清。我一看情况不对，顾不上身体不适，立马搀扶着两人匆匆往校医院赶。校医生一看症状，立刻建议我们转去大医院检查。一番挂号、拍片、检查下来，医生看着报告单，神情严肃地叮嘱道：“是面部神经受寒麻痹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面瘫。不过还好发现的及时，不是很严重，不会完全瘫痪，但一定要好好治疗。我给你们开条子，去中医院做针灸理疗，配合药物治疗。另外一定注意做好保暖，绝对不能再受凉吹风，不然会留下永久后遗症。”怎么办？我的脸会不会一直这样歪下去啊？都是柳如烟，都是他害的我们。要不是他非要开窗，我们怎么会冻成这样？等待两人做针灸理疗的时候，我接到了导员的电话。李欣，你来一下办公室。虽然我懒得去，但我毕竟要去收集证据，就先赶回了学校。一到办公室，就听到辅导员不可理喻的要求。李欣，虽说你有证据反对开窗，但你毕竟是宿舍一员，管道坏了，你也有连带责任，怎么能让如烟一个人承担维修费？老师，学校通知说得很清楚，是个人不当行为导致的。我明确反对过开窗，还有聊天记录和史真香他们作证，我没有责任，也不会出1分钱。李欣，你怎么这么不近人情？都是一个宿舍的，互相帮衬一下怎么了？如烟也不是故意的，她也是一时糊涂才开窗的，你就不能承担一部分维修费吗？就是李欣，你别给脸不要脸，张老师都这么说了，你就赶紧拿出一部分钱来，不然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李欣，你想想，要是这事闹大了，对你也没好处。你承担一部分，如烟承担一部分，这事就过去了。不然我只能按违纪处理你，到时候影响你的综测和评优，得不偿失。我看着辅导员明显偏袒柳如烟的样子，心里一片冰凉，知道他根本不会公正处理，只会一味的包庇柳如烟，甚至不惜威胁我。老师，我没有错，也不会承担任何不该我承担的费用。如果您非要按违纪处理我，我就向学院向校长投诉，把您偏袒柳如烟、包庇她恶行的事一一说清楚，到时候看看是谁得不偿失。你敢威胁我，李欣？我告诉你，这事我就这么定了，你必须承担1半的维修费，不然我绝对不会放过你。我收集好证据后，就懒得搭理他们了。走出办公室，我拿出手机，给校园表白墙发了一条匿名投稿。投稿内容爆料：会员宿舍楼有人强制室友全天开窗，导致舍友冻成面瘫，暖气管道冻炸，全楼被迫停暖。这条投稿一出，表白墙瞬间炸了，评论区瞬间刷屏。不就是306吗？半夜停水停暖，把我们都闹醒了。我就说肯定有人是被迫的，太缺德了。谁啊？这么自私，为了自己不顾别人死活，把室友害成面瘫，良心不会痛吗？我好像知道是谁。上次跟他们专业一起上大课，那天暴雨，气温骤降，有个神经病非要开窗冻大家，好像叫柳什么，还是个团支书。团支书就可以这么霸道，强制开窗，这是霸凌吧？柳如烟的姓名、专业、班级、照片很快被人扒了出来，在整个校园里迅速传播，人人都在议论306宿舍的奇葩事。食堂、教室、图书馆，到处都有人在指指点点。他彻底成了全校公敌，即便史真香他们在医院里，都有个陌生的女孩认出他们，凑上前小声打听。你们是不是就是那个306宿舍的？就是暖气冻爆的那个宿舍？那免责协议真是你们自愿签的？当然不是，是他逼我们的，是柳如烟逼我们的，他威胁我们不签就不让我们好过。我陪着史真香和狐狸精做完针灸，拿完药，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宿舍。刚推开门，柳如烟就像一头发怒的野兽，猛地扑了上来。她脸色狰狞，眼神凶狠，因为看到了表白墙的内容，气得浑身发抖。谁让你们发表白墙的？谁让你们乱说话的？赶紧给我撤了，把所有评论都删掉。就不，你把我们害成这样，我们凭什么不能说？凭什么听你的？你把我们害成面瘫，医药费花了这么多，我还没找你算账呢，你还有脸来凶我们？3个人很快扭打成一团，头发乱了，衣服扯歪了，哭喊声、争吵声混在一起。我佯装着急地上前劝架，一边假意拉着他们，一边悄悄拿出手机，给辅导员发了消息，说宿舍发生激烈冲突，让他立刻过来。辅导员赶到的时候，看到眼前一片狼藉，互相撕扯的3人脸色瞬间绿了，气得浑身发抖。你们3个通通都写检讨，明天一早交到我办公室，
一个都别想跑。凭什么？我们是受害者，是他先动手的。我和史真香才是受害者，我们被他冻成面瘫，医药费、精神损失谁来赔？狐狸精指着自己头上被柳如烟薅秃的一块头皮，眼眶通红。史真香则一把将医院的检查单、缴费单狠狠扔到桌上，单据散落一地。应该柳如烟一个人写检讨，还要赔偿我们所有医药费和精神损失，不然我们就上报学校，上报教育局。明明就是你自己身体差，吹点风就面瘫，怪谁？我就知道你们想讹我。别忘了，你们都签了免责。话未说完，柳如烟突然脸色惨白，呼吸急促，双手捂着胸口，直挺挺地向后倒了下去，重重摔在地上，失去了意识。众人瞬间慌了神，连忙拨打120。他随后被紧急送入医院抢救，检查结果出来得很快。他因为长期受寒感冒发烧，一直硬扛着不治疗，现在已经发展成重度肺炎，肺部感染严重，必须立刻住院治疗。不止肺炎，更大的噩耗是，即便有大学生医保报销，每天的住院费、医药费也高达4000，而医生明确表示，他至少要连续住院15天才能初步好转。随后，他在我们宿舍微信群里连发了3条消息，语气蛮横又霸道。医药费一共6万，你们2个摊一半，李欣你摊一半，赶紧赚我，赶紧的，别装傻，现在就赚钱。我可是被你们气病的，被你们逼病的，别想赖账。没多久，狐狸精直接甩出了一张医生开具的病历单，其中因长期处于极寒环境，反复受凉，导致免疫力下降，引发重度肺炎的关键字样，被他用红色荧光笔狠狠圈了出来，醒目又刺眼。肺坏掉了，脑子也坏掉了吗？自己怎么病的，自己没点数。长期开窗冻出来的病，还好意思找我们要钱？我的医药费还没找你报呢。就是，赶紧把我和狐狸精的医药费赔了。针灸拿药一共888，一分都不能少。凭什么？你们自己签了免责协议的，出什么事都跟我无关。那你不是也签了？协议上也有你的名字，你自己开窗冻病的，凭什么赖我们？此时，宿舍群里瞬间沉默下来，没人再说话。可我的私聊信息却一条接一条弹出来，全是柳如烟发来的，语气充满了怨恨和威胁。李欣，你故意的是不是？所有事都是你搞出来的，你好歹毒，表面装无辜，背地里阴我。接着，他甩出一个捐款链接，厚着脸皮继续发来消息。你把这个链接转给史真香和狐狸精，让他们赶紧捐款，捐多捐少是个意思，别想1分钱不出。转头就看见柳如烟竟然把这个捐款链接直接挂到了校园表白墙上，配文说自己被室友霸凌，重病住院无钱医治，博取同情。他还私下联系了几个平时讨好他的同学，让他们帮忙转发洗白。我看到后，紧随其后，再次给表白墙投了一条匿名投稿，瞬间反转舆论。投稿内容：你会给零下30度非要强制开窗、冻瘫室友、冻爆全楼暖气的人付医药费吗？紧接着，我坐在电脑前，将一个整理好的文档匿名发送进了校长邮箱，里面是柳如烟利用团支书职务之便篡改综测成绩，骗取国家奖学金，私自收取同学好处费，以及他和辅导员暗中勾结、分赃牟利的全部证据，包括聊天记录截图、转账记录、成绩修改前后对比表，桩桩件件清清楚楚。随后，我点开那个捐款链接，输入0.01的金额，然后在备注栏里认认真真写了一句话：开窗通风能保持头脑清醒，建议多吹吹。我的捐款记录一显示出来，后面瞬间跟上密密麻麻的0.01元捐款，备注五花八门，全是嘲讽和调侃。组里呼吸更冷的空气，早日康复，继续开窗。就开窗，就开窗，柳如烟就爱做 ICU。免责协议生效，自己冻病自己负责。祝你在医院里天天开窗，永不闭嘴。最终，柳如烟顶不住铺天盖地的嘲讽和羞辱，哭着把捐款链接关闭了。眼看要钱无望，他又开始在社交平台卖惨博同情。他发布了一条动态，配图是他躺在病床上，脸色苍白，插着输液管的可怜样子。动态配文：即便身边充满恶意，被所有人误解、针对，我也会坚强面对一切，不低头。这条动态发出后，没有一个人点赞，没有一个人评论，冷清的可笑。但很快就被人截图发到了表白墙上，大家纷纷调侃，给他取了一个恶意姐的美称，彻底沦为全校笑柄。甚至有班级开班会时，专门拿他当反面教材。后来，柳如烟的母亲得知女儿重病住院，还花了这么多钱，气势汹汹地找到了学校，在办公楼大吵大闹，希望学校能全额承担柳如烟的医药费，还要学校处分我们3个。可校领导早就掌握了所有情况，直接让保安将他客客气气但态度坚决地请了出去。学院第一时间成立了专项调查组，彻查柳如烟和辅导员的所有问题。辅导员被立刻停职查看，他和柳如烟所做的一切丑事全都被曝光公示，全校皆知。处分通知正式出来的那天，刘母不甘心，竟然带着一帮记者闯进学校，
在校园里拉起长长的横幅，大声哭喊闹事。没天理呀！知名学府纵容学生暗害我女儿，是非不分，带头霸凌。我女儿要是有个3长梁子了，我跟你们没完！你还好意思在这里闹？看看你的女儿柳如烟都干了什么好事？强制室友开窗，动贪室友，动爆暖气，篡改成绩，骗取奖学金，收受贿赂，哪一件不是事实？校方直接甩出详细的调查通报和证据，当着记者和围观师生的面一一公布。刘母瞬间哑口无言，被舆论彻底反噬。记者们也纷纷调转镜头，不再同情她。原本有几个社会上的好心人打算给柳如烟募捐救助，在看到新闻和证据之后，也纷纷撤回了救助。因为长期拖欠住院费，医院不再继续治疗，柳如烟被迫提前出院。出院后的柳如烟彻底疯魔，她不敢去人多的地方，整天躲在角落，眼神阴阻。几天后，我在校园偏僻的角落再见到她的时候，她人瘦了一圈，脸色蜡黄。李欣，你很得意吧？现在所有人都骂我，辅导员也倒了，我的人生全毁了，一切都是你，对不对？都是你搞的鬼！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我只是一个受害者。他盯着我，眼神凶狠，一步步逼近，双手藏在袖子里，神色诡异。我敏锐地注意到他袖子里的奇怪动静，心里一紧，不动声色地往人多的方向后退。就在他猛地从袖子里甩出一把水果刀，寒光闪过的瞬间，宿舍楼下的大门被刚好路过的老师和同学拉开了。众目睽睽之下，他朝着我扑了过来，我顺势倒在了地上，假装受伤，大声呼救。柳如烟随后也被众人迅速制服，按在地上。警察很快赶到，将他带走。之后，柳如烟因故意杀人未遂罪被依法关进了监狱，得到了应有的惩罚。史真香和狐狸精虽然经过长期治疗，面瘫有所好转，但都留下了难以逆转的后遗症。一个说话总是嘴歪，一个眼睛无法正常闭合，再也回不到从前。而我因为在这场事件中是明显的受害者，加上成绩优异，顺利申请到了国外大学的交换生名额。临走前，学校特意给我颁发了见义勇为、揭露校园霸凌的荣誉证书。之前被连累的整层同学还专门给我送了感谢信和礼物。我收拾好所有行李，告别这段不堪的过往，踏上了飞往异国的飞机，彻底摆脱了过去的阴影，开启了全新光明的人生。